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tacy。你手上拿的是哪一代的 iPhone？ 有比我手上的13 mini 还要老吗？看到刚出的 iPhone 17只要2万出，是不是一个冲动就想要换下去？等，真的先别冲动，价格很香，但真的适合你吗？马上来开箱给大家看。不知道大家都多久换一次手机呢？身为13 mini 使用者，撑了差不多4年。除了因为是最后一代 mini 舍不得换，再加上手小的我大手机真的是没办法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mini 就有2颗眼睛耶，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概念啊。这次 iPhone 17有哪些亮点？能不能让拿了这些古代手机的我们换下去？5个可以换的理由，赶快带你来看。身为外贸协会会长，最重视的就是美感，就算给我那个宇宙我也是不要，免费的话就勉强接受啦。所以当我拿到 iPhone 17，一开箱看到这个樱花少女粉，直接换了。这个第一眼谁没有少女心喷发？这一代 iPhone 的颜色也太深得我心。标准版17的紫色就很喜欢了，再来一个17E嫩粉色，根本就是让我选择困难爆发。虽然先前13和15也有出过粉红色，但这次17E的粉色再更淡雅一点。13、15、17，该不会接下来粉色再登场是19的时候吧？17E的粉如果是颜色调出来的话，白色粉色我猜是7:3的比例，所以在灯光下有时候会偏白。这么柔和清新，难怪名字取为嫩粉色。而且像我的13 mini 或是前几代的设计，是这种会沾指纹的玻璃机背。如果是裸机派，每天光擦这个指纹真的会疯掉。但17E是雾面的玻璃背盖，不仅看起来很有质感，摸起来还柔柔滑滑的，很舒服。没错，想摸几下就摸几下，完全不用怕有指纹。17E 选用这种比较低饱和的色调，再搭配官方出的粉色斜挎挂绳，一整套就很适合像我这样可甜可咸的女生啊，对吧？外观是通过了，但光是外观就能让我们这些10、11、12、13、14的 iPhone 用户下定决心要换吗？当然不止这样，这次 iPhone 17E 的升级，肯定就一定要提到它的储存空间大翻倍咯。相比16E 是128G 起跳，17E 基本就直接给你256G， 而且还维持跟上一代一样21900元。有觉得这波操作似曾相识吗？没错，去年9月的标准版17也是直上256G， 但价格不涨。看来记忆体大涨的时代，苹果在这方面给的很大方哦。有人提到储存空间吗？我超需要。身为一个女生，还很爱漂亮，出门在外怎么可能不拍照？那种没有拍到好看照片的出门，我们都统称为没有收获的出门。所以一次出游，相簿新增个几百张照片都是正常的。但偏偏我的13 mini 只有128G， 非常不够用。如果你也是每次出游前都要开始删东西、移照片，或是因为空间不足收不到讯息很焦虑的话，那真的是可以跟你的手机说拜拜了。再来要说的应该不止我，也是很多人顾虑的点，那就是 iPhone 17只有1颗镜头耶，连我的13 mini 都有2颗了，1颗真的行吗？行不行？直接来拍给你看。17E 少了1颗超广角镜头，那就来看看有广角的13 mini 和没有广角的17E拍起来如何。我们这边旧 iPhone 虽然有广角，建筑看起来高耸雄伟很多，但换来看看晚上的照片，一看这个画质还有噪点，真的是会吓一大跳。我自己觉得，如果你对广角没有那么坚持，那其实这颗4800万主镜，日常拍照啊、夜拍已经很够用了。虽然前镜头同样是1200万像素，和上一代在规格上没有变，但实际拍起来有没有差，也实测给你看。这是1倍主镜头在光源充足的地方拍摄的，这是2倍。前镜头自拍也给你看一下。我觉得不论是前镜还是后镜，17E 拍起来的都比16E 拍起来的还要再黄一点，而且蛮明显阴影的部分没有16E 来的亮。但是在10倍长焦的拍摄处理上，17E 高光没有爆掉，让字清楚的被记录下来。那再来看看录影的部分，可以发现2台录到的模糊程度是差不多的，但是16E 在大幅度晃动的过程，画面会这样抖动跳动2下。所以相较起来，不论是我的旧机还是16E、17E 的画面其实都是在往上一个层级的。虽然17E 拍起来是比较自然的肤色，但内建还是有色温和色调2种参数可以调，所以找到喜欢的色调，拍人拍风景都可以很美的。看完相机的比较，有解决你对1颗眼睛的大疑问吗？但17E 的优点还不止这样哦。我个人觉得非常有感的升级，就是这一代多了 MagSafe 啦，终于可以啪一下很帅的无线充电。如果你拿的是10、11、12或是16E，可是没有的哦。而且无线充电来到15瓦，充电速度就可以更快了。虽然我自己还是喜欢有线充电，因为不用固定在支架上，可以用很长很长的线躺在沙发上，想怎么滑就怎么滑。
但是有 MagSafe 磁吸圈就是超方便啊！拍照架脚架不用夹，电话视讯不会滑，你的日常不用再手忙脚乱，只要一吸手机就固定好了。如果你平常很需要让你的手机站着，那这次新增的这个 MagSafe 就可以让你不用再为了固定这件事情气。最后就是整体使用体验的升级啦。使用体验这件事最直观的应该就是手机萤幕吧。在大太阳底下，萤幕反不反光，或是亮度够不够，都是最直接的感受。所以就直接拿17E实际在大太阳底下使用给大家看看效果。在大太阳底下看起来是还蛮清楚的，亮度不会看得很吃力，多个角度转给大家看，反光也不太严重。户外使用这个萤幕还是赞的。虽然你可能会说，前几代的这个刘海设计还留着欸。对，虽然是这样没错，但是 iPhone 17E 配备跟破系列一样的超磁金盾2面板。规格下放不多说就是赞啊！有了这块玻璃，能让抗刮能力提升达3倍哦。而且也因为有抗反射涂层，所以萤幕就可以减少眩光。再来使用体验的部分，还有电量啊，旧手机用久了，电池健康度应该都不是很乐观吧？至少我是这样啦。健康度只剩下68%，出门不到半天，什么都没滑就没了。原本没有电量焦虑的人，也会开始担心是不是要带着行充出门。但新一代的 iPhone 17E 完全不用担心，因为根据官方数据，影片播放时长最高可以到26小时，加上它搭载最新一代的 A19 晶片，没错，就是直接用上和 iPhone 17同一片晶片，配备6核心的 CPU 和4核心的 GPU。虽然比标准版少1颗 GPU， 但日常网购、追剧，甚至 AI 运算也都还算是够用。不过少1颗 GPU， 当然在打游戏这类比较需要效能的操作，就会在画面流畅度上有影响了。虽然打游戏没有比标准版17顺，但我发现一样玩烟云16声1小时，17明显比17E摸起来还要烫耶。看来就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，看大家怎么取舍咯。总结来说，这次 iPhone 17虽然在外形和规格上的更新略显保守，但几个重点升级还算是有升级到点上，像是容量翻倍这点，真的对爱拍照的人或是入门创作者差很多。还有 MagSafe 的加入，也让整个苹果生态系更一致。要我说 iPhone 17到底适合谁，我觉得主要就是2个。第一就是预算不高，第二就是使用需求不高的人，可能偏向是学生族群或是长辈，只需要滑社群短影音或传讯息的人。最后还是要讲一下，如果你有预算，而且很在意拍照，也常用广角，或是想要有更大的萤幕体验，那直接上标准版或是 Pro 当然更香。当然就是要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这支影片记得下面按赞留言。我是 Spacey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你有要换17E吗？没有啊，我那么在意拍照又喜欢用广角。啊？那你不是喜欢人家认粉色？啊，我容量都没了，我怎么会有预算？